追的爱豆连续塌房7个后，网友纷纷来问我下一个粉谁。我沉思片刻，写上了当红影帝洛冉的名字。5分钟后，洛冉出现在我的评论区。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不是我吹，我追星7年，追一个他一个，很快就成了站姐圈的行业明灯。哪个明星被我选中，都要感觉后背一凉。塌房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，只有我想不到，没有他们做不到。总结下来，只能说应有尽有，马上就可以集齐7种召唤神龙了。上次塌房的是我信心十足，绝不会出事的新爆红男演员，背景雄厚，智商堪忧，没有为非作歹的脑子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我正美滋滋的直播呢，他突然就塌房了。他的毫无征兆，他的没有一点技术含量，他的评论区炸没炸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的评论区炸了。五湖四海的网友涌进我直播间。姐，你下一个看上谁了？给个准话，我一定绕开。说一下吧，下一个咱追谁啊？我先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从弹幕里得知了塌房全过程，坐在电脑前风中凌乱，看着屏幕里的帅脸，只觉得生无可恋。不过还好，我直播从来没露过脸，所以网友无从得知我裂开的表情。他都塌了，再说什么都晚了。我盯着问我下一个追谁的弹幕，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，反正都这样了，要追就追个大的，影帝洛冉，看看是洛冉的命更硬，还是我的 buff 更无敌。于是我在直播间20多万网友的注视下，缓缓打出2个字：洛冉。直播间瞬间刷满为洛冉默哀的话，也有不少洛冉粉丝骂我不要脸靠洛冉圈钱，说我不配追洛冉，还有一部分粉丝在滑跪求我放过洛冉，毕竟在行业明灯面前，谁敢说自己正主命够硬呢？5分钟后，直播间上空突然飘过一行字：洛冉进入直播间。直播间瞬间炸锅，只见洛冉给我刷了一个游艇，缓缓打出一行字：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我冥思苦想好一会，在屏幕上打出一行字：没事儿，你命硬，我相信你。然后这件事情就上了热搜，标题是洛冉被毒奶之神邢玉宁说命硬，本人行动力超强，说追洛冉第2天去坐飞机去他现在的剧组，一个 S 加古偶，洛冉扮演一个3届第1貌美的仙尊，跟当红小花玉莹搭档。追洛冉的站姐基本上我都认识，我刚扛着相机走过去，众人纷纷给我让出一个位置，一脸要跟我划清界限的样子。我只能感叹，强者总是孤独的。一套图拍完，我刚准备走，洛冉的经纪人小跑着过来，双手给我奉上一杯奶茶，语气毕恭毕敬：这是孝敬给您的，麻烦您放过咱们洛冉。我看着手里的好喝到咩噗的芋圆芋泥波波奶茶，陷入了沉思。洛冉隔着老远冲我眨了眨眼，还双手合拢拜了拜，他居然真把我当毒奶之神了。这一幕被好几个站姐拍下来，不出所料又上了热搜。这回的标题：洛冉对邢玉宁表示求放过。视频里的我捧着奶茶，一脸木然，恍惚间，我甚至看到自己周围有佛光闪烁，高强度射死下，我已经快力的飞升了。好消息是，我直播账号的粉丝有上涨了10万，但意外的是，还上了另一个热搜。邢玉宁什么时候出道？我一头问号，点进去都是在舔我盛世美颜的网友。姐姐也太貌美了，这个颜值当什么站姐？出道呀，我为姐姐举大旗。既然追谁都塌房，不如姐姐自己上，逆袭成为最不可能翻车的艺人。好米，强烈请求姐姐原地出道，拯救我的眼睛。与此同时，居然真的有人给我发来了综艺邀约，一个素人恋综，近距离观察员是洛冉和于莹，还有2个娱乐圈知名高情商主持人，一看就是为了给 S 加大制作炒热度。我刚要拒绝，就看见洛冉给我发来了好友申请，申请内容写着：要不要来近距离观察我会不会塌房？我这人最是经不住刺激，虽然心知肚明他是想用我的热度给他的新剧炒作，但我还是上头了，果断回复了一句：去就去，谁怕谁。到了片场，我跟于莹一个休息室，他全场没有看我一眼，但一走出那扇门，站在镜头前，变脸一样亲昵地站在我身边。玉宁还是头一次录节目吧，你是阿冉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，我会帮你的。弹幕里一片尖叫，于莹真是人美心善，简直就是天使，内娱之光。CP 粉过年一样欢呼雀跃，疯狂磕糖，只有我在努力把胳膊抽出来，因为于莹的指甲太长了，掐得我生疼。但于莹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手上的劲越来越大，终于我忍无可忍，硬生生把她的胳膊扯了下来，维持住了一个表面得体的微笑。于小姐，别掐了，真的疼。霎时间，全场一片静默。
在场的都是人精，于莹到底是个什么人？粉丝不知道，但大家都清楚。一个最喜欢暗地里恶心人的白莲花，要不是有人硬生生的捧她，早就被人踩下去了。就是谁都没想到我这么耿直，直接说了出来。我已经在弹幕上被不知内情的粉丝喷得体无完肤。疯了吧，这个邢玉宁上来就打算踩着我的莹莹上位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恶心不恶心啊？我们莹莹好心过去带你融入节目，你就这么污蔑人，真下头。这个邢玉宁一看就是个心机深沉的货色，还想用这种手段污蔑我们莹莹上位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配不配。弹幕的腥风血雨我看不见，但我猜得到。可惜姐不打算出道，所以必不可能给于莹留任何面子。谁叫她在休息室里威胁我，说我要是敢乱说话，就让我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呢？本人行动力超强，且睚眦必报。于莹不愧恶心人，这么多年都没任何实际把柄的顶级白莲花，表情崩了1秒就瞬间恢复，受惊吓一样松开了手，满脸愧疚。对不起啊，玉宁，我忘了刚做的指甲有点长，伤到你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现在还疼不疼？要不要我去给你上点药？还没等我火力全开，一旁传来一个慵懒磁性的声音：这么长的指甲你来当公主啊？等着谁伺候你呢？于莹的表情当场就挂不住了。洛冉出道8年，没有任何黑料，兢兢业业，老实本分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刻薄毒舌。跟洛冉合作过的演员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被他一视同仁的刻薄过。而于莹之所以被这么多人相信他俩谈恋爱，就是因为两人合作期间没有任何洛冉刻薄于莹的花絮传出。这是因为于莹的工作室花大价钱买通了剧组，硬要蹭洛冉的热度，炒这个 CP。但于莹估计是忘了自己买得通剧组，买不通直播啊，这玩意可是不能剪辑的。洛冉一露面就把于莹拉下神坛，表示自己一视同仁。洛冉看都没看于莹的表情，走过来把手里的芋泥麻薯黑糖珍珠牛乳茶递给我，还眨眨眼，来给毒奶之神上供。我表示很无语。此时此刻，弹幕上有1/3是于莹的粉丝在喷洛冉嘴贱，还有1/3是 CP 粉在强行阅读理解，剩下1/3一半在狂刷，一半在说我倒贴。洛冉这不是在打情骂俏吗？他刻薄人的时候从没说过伺候这种词，不就是等着莹莹回应他吗？我也觉得平常就是这种相处模式吧，一边毒舌一边哄着。磕到了。你们真是啥猪食都能吃，这玩意儿吃下去也不怕给你肠子划烂。我缓缓接过奶茶，发现洛冉已经贴心地帮我戳开，我习惯性喝了一口，没喝上来，又喝了一口，还没喝上来。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发现里面2/3都是料，这已经不是奶茶了，完全就是一杯粥啊！洛冉这个罪魁祸首还一脸无辜地问我，怎么不喝？是不喜欢吗？我那该死胜负欲又起来了，收着腮帮子奋力一吸，然后成功喝了一嘴粥，虽然差点噎死，但还是保持着优雅和体面嘴硬。喜欢，毒奶之神很喜欢你送来的早餐，要是没啥事了，你就先退下吧。洛冉这是加了一杯小料进去吧？这是在报复邢玉宁毒奶他呢。太睚眦必报了，洛冉刚毒舌完于莹，转头就给邢玉宁送噎人的粥，不愧是直男。洛冉的一视同仁是出了名的，不会对邢玉宁格外优待的。我刚打算去倒杯水顺顺，洛冉就用一个只有我们仨能听到的声音说，你低血糖，早上不吃饭可不行。无视于莹看向我，全是刀子般的眼神，赶紧喝了一杯水，开始了接下来的流程。第一轮自我介绍之后，于莹作为近距离观察员，拿出一盒极其昂贵的定制巧克力放在桌子上。这是我帮家里设计的巧克力，带来给大家尝尝，好吃的话以后就是咱们节目的专属小点心啦。其中一个女嘉宾看了一眼，惊奇道，这不是 RNK 家的限量款巧克力吗？我当时蹲点都没抢到。弹幕上的观众也纷纷开始发言，我们莹莹可是 RNK 正牌公主，以后是要回去继承家业的，这么几盒限量巧克力算什么？给甜品公主疯狂打 call， 什么时候给粉丝福利啊？我也想吃莹莹亲手设计的甜品，真是羡慕了，早知道我也去报名了。我瞅了一眼盒子，假的未免太明显了，正品的防伪标是特制的磨砂材质，而他手里拿的似乎是为了显得高端，防伪标还专门用的镭射反光的材质，几乎就是一眼假。但我也懒得戳穿于莹装相，一个巧克力远不至于。但洛冉好像没打算给于莹留这个脸，毫不犹豫指了一下防伪标，假的吧，正品标不长这样啊。于莹，
你家里不会把收上来的假货给你带来了吧？于莹的脸当场就僵硬住了，但该说不说，演技还是有两下子的，马上恢复正常。这是家里专门为了我加班生产的呀，就是为了带过来给大家一起吃，不对外售卖的。直播里的弹幕已经刷满了。我记得洛冉出身不怎么样吧？好像听说家里是卖麻辣烫的，当了8年明星还是这么没见识，看来出身还是很重要的。就是，自己没见识还这么直白的说出来，真是丢死人了。你们舔的是真的好，跪舔于莹你们就能嫁入豪门吗？还嘲讽洛冉，几个菜呀，喝成这样。洛冉没有回应于莹的话，而是转头看向我。我说的对吧，毒奶之神？我心头一跳，洛冉怎么知道 RNK 是我家的，还知道这个巧克力是我亲手设计的？我出来混，可没有靠着家里的势力就横行霸道，他绝不可能知道。这么一想，我又安心起来，估计洛冉就是单纯的嘴巴刻薄。看在早上那杯粥确实缓和了我的低血糖，委婉帮洛冉站了个台。确实和我买的不太一样，也没怎么听说 RNK 制作这个巧克力的厨师重新开工。装什么啊，邢玉宁 ，RNK 的主厨你能认识？真是比洛冉还打肿脸充胖子。这一瞬间，我觉得你俩可以组一个没见识夫妻。没见识夫妻，我支持。邢玉宁居然还跟着洛冉一起丢人，眼皮子真是浅，估计也是什么小门小户出来的吧。冷知识：邢姐当了10年站姐，几乎没赚到钱，设备永远最新，机票永远头等舱，住酒店也都是均价5000以上的，是妥妥的白富美，好吧？什么大户人家让自己小孩出来无所事事当站姐啊？我看是什么没文化的暴发户吧。于莹见我这么一说，脸上浮起甜美的笑，眼里闪过一丝不屑。玉宁可能不知道，做这个巧克力的大厨是我一个很亲近的叔叔，私底下给我做的，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啦。好你个于莹，连性别都给我变了。他说完那一瞬间，我和洛冉的表情都变得怪异了起来。我沉思一会，还是决定当场戳穿他。可做这个巧克力的就是设计师婉欣，她不是 RNK 最有天赋的女性甜品设计师吗？我故意把女性2个字着重强调了一下。于莹脸上的笑终于挂不住了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和对我的怨愤。对啊，我记得 RNK 宣传的时候给婉欣造了很大的势，还放了一个女性剪影。不是吧？这个甜品公主的名头不会是吹出来的吧？不可能，绝对是 RNK 为了捧这个婉欣，把别人的功劳算在她的头上了。我们莹莹好几年前就是甜品公主了，好吧？于莹很快恢复了正常，继续给我泼脏水。哎呀，是我忘了，这个巧克力是我那个叔叔跟婉欣一起设计的，因为一直是这个叔叔做给我吃，还教我怎么做。言下之意就是说婉欣冒领别人的成果，真是好大一盆脏水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倒是洛冉慢慢笑起来。既然如此，蛋糕公主就给我们现场露一手吧。洛冉这个人真是坏透了，连拒绝的空间都不给于莹，直接让节目组去买了材料现场送过来，然后带着所有人站在厨房里。这是 RNK 的机密吧？我们能在旁边看吗？做个巧克力算哪门子的机密？洛冉这是看似给于莹台阶下，实则一肚子坏水。于莹也是勇敢，心一横就答应下来。做个巧克力而已，这有什么？阿冉要一起做吗？我教你呀。洛冉嘴角噙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，闻言往后退了半步，语气也懒洋洋的。算了，我可不能抢了甜品公主的风头。于莹见洛冉不答应，眼里闪过一丝失望，又转头看向我。感觉玉宁你也很懂甜品，要不要和我一起做？就当是一个小比赛怎么样？好啊，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找死的，怨不得我。邢玉宁还真敢答应，一会儿脸都得被打烂吧。听我做站姐的朋友说，邢玉宁这个人最吃激将法，一击一个准，贼好使。这下某些人要被我们莹莹吊打了。巧克力这种东西，我800年前就做烂了。于莹还在思考做什么的时候，我已经去选模具了。形状就选最普通的半圆，毕竟不能自己做模具的前提下，形状就没什么其他意义，味道才是最重要的。之后我又拿了一部分原料，其中有1瓶白酒，还有牛奶、枣泥、薄荷叶、奶油利口酒。于莹还在敲榛子的时候，我已经迅速开始做馅了。少量奶油利口酒增加口感和酒香，牛乳降低刺激，增加风味，再跟枣泥混合。洛冉突然凑到我身边，我酒精过敏，要吃没有酒精的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差点把酒瓶子扔出去。缓和了一下情绪之后，对他挑了挑眉，说道：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再做几个不含酒精的，行了吧？做好馅料，再做外面的巧克力，成型后再把薄荷叶跟白酒一起点燃，浇在巧克力上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弹幕已经看呆了。我的天啊，这也太专业了！邢玉宁主业不会是做巧克力的吧？这有什么？我们宁姐以前和我们一起追行程的时候，都
都会给我们带自己做的甜点，那味道好吃到不行，跟 RNK 比都不落下风的好吧？看着就像黑暗料理，奶油利口酒加上枣泥，这是什么毁天灭地的搭配？好好的一个恋综，现在已经跑偏成美食综艺了。我取下围裙，扭头一看，于莹做的中规中矩的榛子巧克力，估计还是为了营销自己的甜品公主人设学的。洛冉跟看不见于莹一样，凑到我身边问：“哪个是无酒精版？”我指了指最外围的3颗，就这3个你别都吃了，其他人说不定也有酒精过敏的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洛冉的脸黑了一下，然后赌气似的一个人吃了2个。其他人虽然也蠢蠢欲动，但实在没有洛冉这么不把于莹放在眼里。过了10几分钟，于莹的也做好了，她松了口气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笑。于莹的巧克力做成了星星，里面的榛果碎屑被金箔纸裹着，看起来闪闪发光，确实比我的好看。于莹端着盘子转过身，时间仓促，大家凑合尝一下。好漂亮，看起来比邢玉宁的漂亮多了。邢玉宁那就是最普通的巧克力球吧，还是黑暗馅料，看着就没胃口。好羡慕，我也想吃莹莹亲手做的巧克力。于莹故意亲手拿起一个递给我，玉宁你也尝尝，刚才看你也很会做甜品，帮忙点评一下啦。我接过来咬了一口，火候过了，白巧加太多，过于甜腻，有点黏嗓子。为了中和甜腻，柠檬汁又放多了，实在是难以下咽。咽下去之后，拿了杯水，大口大口的喝了好几口，嗓子这才舒服了一点。于莹以为我是专门下她的面子，也不在意，转身凑到洛冉身前。阿然，你不是没吃够吗？也尝尝，知道你酒精过敏，专门没做酒心的。洛冉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嫌弃。你放了恨不得1吨的白巧克力，看着就齁甜齁甜的，我才不吃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于莹的笑挂不住了，楚楚可怜的眨眨眼睛。不会的，我放了柠檬汁中和甜腻，口感很好的。玉宁肯定是吃不惯我做的东西才漱口，你先尝尝嘛。洛冉终于屈尊降贵，伸手拿了一块，于莹脸上出现了一丝胜利的表情。下一秒，洛冉面无表情，把剩下的丢进了垃圾桶。洛冉一脸嫌弃地对着于莹说道：“又甜又酸又苦，真的是太难吃了。”与此同时，直播间评论区里，于莹的粉丝铺天盖地地刷着弹幕：“真的是服气了，洛冉这是吃枪药了吗？为什么针对我们莹莹？真是太烦人了，早看他不顺眼了，立什么耿直人设，不就是没礼貌吗？洛冉是真的把没家教当有个性，太恶心人了。”于莹这下是真笑不出来了，眼泪刷一下就落了下来，又可怜又委屈。阿然，你是不是因为化妆室没有留给你，就生我的气了？可这事是玉宁提前联系好的呀，我也不能把他赶出去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？明天我就换去和你一起。我抱着胳膊在旁边看戏，脸上写满了八卦。但说实话，洛冉这个年纪谈恋爱真算不上他防，都快30了，早该谈恋爱了。而且于莹抛开私底下的真实面貌不谈，确实是个不错的恋爱对象。在这之前，两方粉丝都挺乐见其成，现在看来够呛了。洛冉啧了一声，还想说点更过分的话，但镜头外经纪人已经拿起耳机线开始上吊了，意思洛冉再嘴贱，他就吊死在这儿。在经纪人的生命威胁下，洛冉终于闭嘴了。其他嘉宾也在导演扭曲的表情里回过神来，赶快走上去，一人拿了一块塞进嘴里，就开始夸于莹手艺好，看都没顾上看我做的一眼。无所谓，我不在乎，因为他们被又甜又苦又酸攻击过后，肯定需要别的缓和。果不其然，这些人面无表情咽下于莹的巧克力后，都借口雨露均沾拿起了我做的。第一个人吃下去之后，眼睛都亮了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你还当什么站姐？开店呀？我直接包圆了。其他人一边伸手去抢其他几个巧克力，一边疯狂点头。对的对的，你去开店吧，我先订20盒奶油利口酒加枣泥。你怎么想出来了？比奶枣都好吃，我真爱了。于莹盘子里还剩下7、8个，这回孤零零躺在上面，显得尴尬又落寞。我眨眨眼，笑着看向于莹。有 RNK 公主珠玉在前，我这算什么？大家喜欢过2天，我再做1次就行了。开店什么的，以后再说吧。夸她2句，尾巴还翘上天了是吧？有咱们甜品公主在，她算老几？真把自己当个人物，家里有2个钱，真把自己当天才千金了。我们莹莹可是正牌继承人，不会做巧克力怎么了？不会做也是甜品公主。弹幕上对我的口诛笔伐，我肯定是看不到的。可于莹在旁边难看的脸色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我都以为她要冲上来扯我的头发了，结果她下一秒就笑起来，笑得又委屈又坚强。在场几个男嘉宾看她的眼神都充满了心疼。玉宁看起来确实比我厉害，比婉星都还要厉害，看来是我井底之蛙了。要是 RNK 想和玉宁你合作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可千万不要拒绝呀。你的面子？你有个屁的面子！当然我没说出来，镜头还在呢。不知道是不是于莹看起来太惹人怜爱了，虽然洛冉不买账，但其他男嘉宾都心疼得不得了。
好好一个素人恋综，直接变成了于莹的专属个人团宠秀。前2天的时候，还有其他几位女嘉宾和我一起，一脸无语的看着于莹跟一众男嘉宾腻歪。第3天，这些人看我的眼神就变了，原因无他，昨天于莹在直播关闭后，跑到女生宿舍狠狠哭了一场，还是在我洗澡的时候，说我上这个综艺就是来追洛染的，明里暗里说我当小三，破坏她和洛染的感情。再加上昨天她哭的时候说洛染是因为生气才刻薄她，几个女嘉宾想了想之前的爆料，很轻易就信了。今天不仅暗戳帮着于莹和洛染和好，还明目张胆把我孤立在外，真的无语。这个招数我小学3年级就不玩了。洛染幸灾乐祸站在我旁边，吃着我昨天做的巧克力豆。夺奶之神怎么混成这样了？作为你的爱豆，我要不要去给你撑场子，再当众拒绝于莹一次？至于说为什么是又，上个月于莹表白洛染的时候，被我刚好撞见。这也是为什么于莹一开始就看我不顺眼，毕竟这个事情谁也不知道，就我看见了。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还威胁我，要是出去乱说，就让我混不下去。我冷笑一声，看向洛染，语气轻蔑地问他：“你见过脾气好的站姐吗？”洛烟愣了一下，旋即笑了起来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顶：“没见过，要不然真正的甜品公主让我见识见识。”我虽然不知道洛染怎么知道我才是 RNK 的继承人，但暂时不想和他计较，借口上厕所打了个电话，让我爸马上联系剧组，给 RNK 单独空一期出来推广，我亲哥来当裁判。我爸一听喜上眉梢：“宁宁，你终于想通了，要公开自己的身份了吗？正好顺便把你就是晚星的消息放出去，等这个节目结束，你就正式进入公司的管理层。”好的好的，再说吧。我爸速度很快，马上联系到节目组 ，RNK 赞助一期2人合作甜品活动，胜利者将获得 RNK 的大使身份。要知道这个节目里可都是素人，能有一个 RNK 大使就直接飞升娱乐圈，就算不进入娱乐圈也是一笔大钱。每个人都兴致勃勃，从知道这个消息开始就围着于莹不停地恭维他。我和洛染跟复制粘贴一样，一个姿势站在旁边，一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。这2个人看起来还挺有 CP 感，没礼貌夫妻，不对，是没见识夫妻。没听我们莹莹说吗？人家是小情侣吵架，邢玉宁充其量就是个小三。我看他就是想当小三，没怀好心思。终于我哥来了，他穿了身西点厨师的装扮，脸比起洛染也不落下风，弹幕再次炸锅。哥哥好帅啊！莹莹怎么不早点把哥哥拉出来给我们看看？好羡慕莹莹，家里有钱长得漂亮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有个这么好看的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邢玉晨，刑天的刑，美玉的玉，陈轩的陈，也是 RNK 的甜品师。晚空，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？邢玉宁、邢玉晨，这听起来感觉像是兄妹的名字啊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仔细一看，这2个人长得至少有7、8分相似。所以邢玉宁才是 RNK 公主，那于莹呢？这个发现太震惊了，该不会是什么真假千金的戏码吧？于莹在听见邢玉晨名字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，仔细一琢磨，脑子里出现了和弹幕一样的猜测。他一想到装逼装到正主脸上就尴尬的不行。邢玉晨看着我眨了眨眼，然后简单介绍了一下规则，开始分组。于莹虽然心里怀疑，但还能坚持住，她拒绝了一个甜品师男嘉宾的邀请，走过来细声细气问洛染：“阿染，我们一起走向胜利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我一直……”洛染直接打断了他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和邢玉宁说好了，我俩一组。”于莹不算太意外，只是转头微微咬着唇，一脸祈求地看向我：“玉宁，这次的机会对我而言很重要，我真的很想和阿染一起拿下这次的胜利。”他又被我打断了，我微微笑了一下：“于小姐，你是哪里来的自信？你跟洛染可以打败我，是因为你甜品公主 RNK 亲女儿的名号吗？”被我当众揭穿，他的脸一阵青一阵红。这个任务刚下来，于莹的金主就去联系 RNK， 想要内定冠军，还想让 RNK 来的裁判把我做的东西批得一文不值。只可惜裁判是我亲哥，这次比赛的食材比之前完备太多了，洛染非要做一个丘比特蛋糕，我拗不过他，只能答应。最后成品做出来，蛋糕成型的只有我、甜品师以及于莹这3组，其中我和洛染做的是一个丘比特翻糖蛋糕，我负责做，洛染负责喊666，甜品师做了一个草莓塔，中规中矩。于莹虽然戚风做成了，没有塌陷回缩，但奶油表的一塌糊涂。我们3个的蛋糕放在邢玉晨面前，邢玉晨先尝了于莹的，刚进口就皱起了眉。戚风勉强及格，奶油打发过头了，而且甜得发齁，中间的夹层中规中矩，就是普通水果罐头，还没我们学徒做的好吃，一看就是刚学没几天的新手，天赋还不怎么样。邢玉晨这个人在点评甜品这一块非常毒舌苛刻，甜品师的邢玉晨也给了一个中规中矩的评价，然后就轮到了我。他先看了一下翻糖小人，然后切开看里面的组织，
这个翻糖手艺相当不错，不愧是你。戚风的结构也是满分，奶油打发的恰到好处，让我尝一下。他对我的实力再熟悉不过，这回夸起来连想都不用想。戚风湿度满分，奶油应该是减糖了，吃起来不会那么容易腻。减糖的同时还能做到成型，绝对是这次的第一。于莹一听，瞳孔紧缩，手瞬间掐紧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声音不大，但邢玉晨正好听见了。你不服吗？那正好，我把蛋糕分一分，大家都尝尝。最后的结局毋庸置疑，肯定是我冠军。邢玉晨拿着奖杯，声音抑扬顿挫。这次的冠军属于邢玉宁小姐和洛冉先生这一组。邢玉宁小姐也是我们 RNK 的长公主，RNK 最棒的设计师婉欣也是我亲爱的妹妹，以后的 RNK 大当家。于莹的脸色这回是真的灰败了下去。其他嘉宾愣了几秒，然后一边鼓掌，一边用一种怪异的表情看着于莹。洛冉带头鼓掌，然后从我身边探出头：“大哥，能不能把剩下的蛋糕给我？”这声哥喊得我哥脸色当场就黑下来了，皮笑肉不笑。洛影帝喊谁哥呢？我可和你不熟啊！这蛋糕我爸妈还要吃呢，恕不能割爱了。弹幕现在已经傻了，于莹又一次上了热搜。于莹身份造假，假公主于莹被真公主邢玉宁打脸。我也上了2条，一条是单独的，一条是和洛冉一起上的。行业明灯邢玉宁是 RNK 长公主，邢玉宁洛冉疑似恋爱。第2条不用看都知道是洛冉买的，热度高离奇。颁奖结束后，于莹匆匆就走了，她得回去做道歉以及公关的安排。而洛冉黏在我身边，非要跟我去见家长。邢玉晨黑着脸问我：“他谁啊？他怎么还不走？”洛冉在旁边眨眨眼，去感谢一下玉宁的知遇之恩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知遇之恩？努力回想了一下，终于在记忆的角落里翻出了8年前一个落魄群演。8年前我在刚开始追星，因为家里的渠道，跟着一个相熟的导演进横店去拍当时的爱豆。我刚拍完他的图出来，就看见有个长得非常好看的群演小哥正蹲在一旁吃盒饭，他就是刚入圈的洛冉。那会的他眼睛冷冷的，里面满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。我忽然就想起来自己刚开始学甜点的时候，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无数赞誉，当时无数人都说 RNK 不可能交给我，我配不上 RNK。当年的我或许和他有一样的眼神，也是这种共情，我把他介绍给了那个导演叔叔，而他也很争气，一步飞升。但之后我就完全忘了这茬，扭头对上洛冉的表情，我心里突然有点发虚。我故作镇定地拍拍他的肩膀，说什么知遇之恩，是你自己努力，我就是做个顺水人情，有什么好记着的？洛冉缓慢眨了眨眼，你在我心里是永远的婉欣。这会直播还没关，有人在弹幕上惊叫。洛冉在采访里提起过那么多次的贵人，居然就是邢玉宁。那这么说，洛冉是不是早就知道邢玉宁是 RNK 长公主了？于莹的粉丝这回应该出来反驳，但可惜他们自顾不暇。于莹得罪了 RNK， 他后面的金主也不打算保他了。一晚上还没过去，这位当红小花就此落下神坛，再也爬不起来。洛冉死皮赖脸去了我家的家庭聚会，伯父伯母大哥喊得贼顺口，饭桌上除了邢玉晨，所有人都很高兴。对，所有人，包括我。吃完饭，我和洛冉走在街上，无视后面1万个狗仔，他凑过去，2只眼睛又亮又漂亮，轻声问我：“我的婉欣要不要一辈子都在我身边，监督我永远不会塌房？”我有点不好意思的移开目光，假咳2声：“你这是要我塌房啊？行业明灯都不明了。”洛冉闻言把我抱在怀里，笑得胸膛都在震动。他轻轻握起我的手，放在唇边亲了一下。那么我有资格让行业明灯为我塌房吗？我一听也笑了，踮起脚尖在他唇角亲了一下。这个当然有。